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凭苦战实练塑造郭靖灵魂。荧幕之上，郭靖飞身跨上骏马，挽弓搭箭的身姿流畅自然，骏马的蹄子扬起草原的尘土，利箭冲破空气射出的刹那，观众仿若目睹金庸笔下那位侠之大者从文字间鲜活跳出。而这一幕幕让人紧张到屏住呼吸的动作戏背后，是肖战历经数月的艰苦磨练，从毫无基础起步，到与马匹达成100%的默契协作，从生硬模仿到动作连贯流畅，他凭借近乎固执的坚持，把郭靖威风凛凛的形象化作有血有肉的真实力量呈现出来。笨功夫里藏匠心，从驯马到育心。为了重现原著里郭靖与小红马在草原急如闪电般的驰骋场景，肖战提前3个月入驻内蒙古的马术训练基地。剧组一开始提议用替身来完成那些高危动作，但被他多次回绝。毫无基础的他从最乏味的鞍上平衡训练起步，每日花费5小时与马匹一同训练，一同相处。驯马师曾讲过，肖战为了和马培养眼神交流，甚至会在深夜拿着胡萝卜到马厩和马聊天。1个月过后，当他能够单手掌控缰绳，侧身躲避箭矢时，就连当地牧民都赞叹道，这小伙子有着蒙古人的坚韧劲头。在快餐式拍摄已成为普遍现象的影视领域，这般笨功夫愈发显得弥足珍贵。肖战对于细节的严苛要求，甚至细致到马匹鬃毛的飘动角度，他多次深入钻研蒙古骑手的历史影像资料，察觉到真正在草原生活的儿女们策马奔驰时，身体会依据地形的变化而自然的起伏，并非刻意维持笔挺的姿势。正是源于这种对真实感近乎执拗的执着追求，使得观众在荧幕前看到的并非刻意摆拍的侠客造型，而是人与马融为一体，自然流露的蓬勃生命力。弓箭弦上的武侠魂，每一帧都是肌肉记忆。在影片里，郭靖弯弓射雕的经典画面，肖战始终坚持全程实景拍摄。为达成这一目标，他拜内蒙古传统弓箭飞仪传承人为师，从以拇指扣弦的蒙古式撒放开始学习。30磅的硬弓，一般人拉开3次手臂就会颤抖不已，而他每天拉弓至少200次，直至虎口磨出厚厚的茧子，肩背肌肉形成如同条件反射般固定的发力轨迹。道具师曾展示过他训练用的弓，由牛角制成的弓梢上满是被汉字浸透而形成的纹路，这是3万次拉弓所留下的独特印记。更让人深受触动的是他对武侠气韵的领悟，与现代射箭运动的标准化动作有所不同。肖战特意保留了蒙古传统射法里稍带野性的姿态，拉弓时肩颈宛如满月，放箭瞬间腰腹猛地发力，目光始终紧随着箭矢的轨迹，直至射中靶心。这般满含原始力量感的呈现，使金庸笔下一箭双雕的传奇画面不再是依靠特效拼凑的奇观，而是武侠精神于人体极限状态下的绽放。从形似到神智，武者之心照亮侠者之道。在威亚技术有能力打造轻功的时期，肖战依旧决定以最为质朴的途径去触碰角色的灵魂。有一场雪夜追捕敌人的戏份，他在温度低至零下20度的草原上，连续骑着马疯狂奔跑了7个小时，手指都被冻僵，
几乎快要握不住缰绳。在拍摄的休息时间向牧民请教学习蒙古教术时，他的肋骨被摔得出现淤青，可依旧坚持不使用替身。这些伤痛最终成为了郭靖成长历程里最为触动人心的诠释。当镜头掠过他骑马时紧绷的小腿肌肉，射箭后微微颤动的指尖，观众目睹的已不再是演员在进行表演，而是郭靖从草原少年一步步成长为侠者所留下的生命痕迹。这种把肉体所承受的痛苦化作角色成长养分的磨练方式，恰好与郭靖的成长理念构成了镜像关系。就如同金庸笔下那位凭借降龙18掌打出一片侠义天地的憨厚少年，肖战同样是以最为质朴踏实的方法展现出了武侠二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在追求武侠精神的道路上，不存在取巧的捷径，只有以自身血肉之躯去勇敢面对如刀剑般凛冽、风雪般严酷的挑战，才能够让武侠之魂在满是钢筋水泥的现代社会里再度焕发出炽热的光芒，重燃武侠精神的时代意义。当流量艺人依靠替身和抠图演变成行业的隐秘规则时，肖战的刻苦磨练无疑是对影视创作本真的回溯。他向观众展现出真正的武侠神韵并非存在于虚幻的特效之中，而是藏在演员被汗水湿透的戏服之下，在生出老茧的指尖以及晒得黝黑的面庞上。当他于马背上迎着逆光挽弓的身姿照亮荧幕之际，我们终于领悟到，所谓侠之大者，从来都不是高悬于云端的完美象征，而是普通人凭借钢铁般的意志磨砺出的生命光辉。这也许正是肖战塑造的郭靖能引发共鸣的深层次缘由。在这个追捧快速成功的时代里，仍有人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古老的话语，以最质朴且最诚挚的途径，捍卫着武侠文化里最为宝贵的武者之心。当枣红马驮着郭靖、肖战朝着草原边际驰骋而去时，我们目睹的不只是一个角色的诞生，更是一位演员对职业信念的郑重宣告。